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自由市场的典型代表美国硅谷，创业文化如火如荼，这里小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技术创新不断推陈出新。然而，这种看似充满机会的环境也暗藏问题，许多初创公司在短时间内烧光资金，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需求分析和过度竞争，最终难逃倒闭的命运。例如，一家专注于高科技智能眼镜的初创公司，尽管技术前沿，但市场接受度低，消费者不买账，导致企业投资无回报，员工面临失业。这提醒创业者在自由市场中，除了创新，还需要深入理解市场需求和风险管理。Observation 2. 阿根廷经济历史上多次经历自由市场政策的实施与回撤。在1990年代，政府推行自由市场改革，取消价格控制和私有化国企。初期，这些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经济看似一片繁荣。然而，政府未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和外债。2001年，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银行关闭，储户无法取款，普通民众生活陷入困境。这一事件教训深刻，提醒人们自由市场政策需要配合稳健的宏观经济管理。Observation 3. 近年来，印度市场开放政策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在零售领域。国际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进入印度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大规模运营模式，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零售环境。然而，这一变化同时对小型零售商产生了压力，许多小店面临倒闭的风险。例如，班加罗尔的一个小型家族杂货店，因无法与大型超市的低价竞争，最终不得不关闭。这种情形在印度各地普遍存在，引发了对传统小商业保护与市场自由化之间平衡的讨论。Observation 4. 英国在过去几十年间，自由市场环境下的房地产市场见证了价格的剧烈波动。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放松的信贷条件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进入市场，导致房价迅速上涨。然而，这种快速增长并未持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房地产投资者面临财务困境，普通家庭如一家4口在伦敦的边缘区域购买了房屋，却发现房价突然下跌，贷款债务成为沉重负担。这类事件提醒普通人在自由市场中购房应保持谨慎，不要过度借贷，同时需要为可能的经济波动做好准备。Observation 5. 1990年代初，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这一过程中，少数人通过内部交易和政治关系迅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形成了所谓的寡头。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如莫斯科的一个普通工厂工人，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因企业私有化后裁员或工资未支付而急剧下降。对于这样的经济环境，普通人需要增强个人的经济适应能力，比如提升自己的技能和教育水平，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中找到新的就业机会。Observation 6. 随着巴西经济的开放和增长，许多国际品牌和大型零售连锁店进入巴西市场，本地的小商家如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小型书店面临巨大压力。这家书店曾经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但随着大型连锁书店的出现，它开始失去客户。面对自由市场的竞争，这家小书店开始转型，引入咖啡馆和举办社区活动，以此吸引顾客。这一策略部分成功，书店逐渐恢复了人气。
这个例子显示，面对市场竞争，普通商家可以通过创新和提供增值服务来保持竞争力。Observation 7. 智利在1980年代实施了一项自由市场政策，改革了其国家养老金系统，将之私有化。虽然该系统增加了个人投资选择的自由，但也暴露了市场波动的风险。例如，一位智利退休教师发现，由于市场低迷，其养老金账户的回报远低于预期，影响了退休生活的质量。面对这样的经济环境，普通人应该学习基本的金融知识，理解市场风险，并多渠道准备退休金，比如通过储蓄、投资和购买固定收益产品来分散风险，确保经济安全。Observation 8. 在19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市场在自由市场推动下迅速膨胀，形成了巨大的泡沫。许多普通家庭投入巨资购买房产，期望价值上涨。然而，1991年泡沫破裂后，房价暴跌，许多人发现自己的房屋价值远低于贷款金额。例如，一位东京的中年职员发现自己的家庭负债累累。在这种环境下，普通人应寻求理财顾问的帮助，学习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避免在市场高点大量投资，并探索其他投资渠道以分散风险。Observation 9. 南非的自由市场环境中，非正规部门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没有正规工作的人们通过开设小摊位、街边小贩等形式自谋生计。比如在约翰内斯堡，一位失业的电工开始在街头销售手工艺品，逐渐发展出稳定的顾客基础。这样的例子表明，在自由市场中，个体可以通过创业来创造机会。普通人应该利用自己的技能和资源，探索创业可能，同时学习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等基本商业技能，以增强自身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的生存能力。View. 自由市场，一个在咖啡店闲聊中也会蹦出的经济学术语，看似高深莫测，其实每天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你早上买的咖啡到晚上网购的书籍，每一次消费都是自由市场原理的体现。在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中，没有政府的过度干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自然调节，企业和消费者在平等的信息条件下做出选择。然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并不总是那么自由，价格波动、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外部影响都可能扭曲市场的自然运作。这种经济体制的典型例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那时候的工业巨头通过垄断控制了整个市场，政府不得不介入以防止市场失控。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认为，它能激发创新和效率，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选择。批评者则指出，过度的市场自由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加剧贫富差距。例如，在1970年代的智利，政府实施自由市场政策，初期市场活力确实提升，但不久后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性也随之加剧。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通过具体事件，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探讨自由市场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以及它如何影响到每个人的钱袋子。我们会用生动的故事讲述这些经济现象，让抽象的经济理论与你我生活紧密相连。在深入探讨自由市场的影响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智利在1970年代实施自由市场政策前的经济状况。当时的智利经济处于高度管制状态，政府对重要行业和资源有着严格的控制权，包括铜矿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此外，智利政府还实行了价格控制和高额的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产业。但这些政策最终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下降。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智利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皮诺切特政府采纳了一群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顾问团队的建议，这些经济学家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策，推崇最小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化。在实施政策的具体措施中，
皮诺切特政府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包括之前由政府控制的铜矿。此外，政府还取消了价格控制，降低了贸易壁垒，允许更多的进口商品进入智利市场，增强了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系列改革初期确实激活了智利的经济，市场更为活跃，一些行业迅速成长，外资的流入也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这些改革同样带来了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市场在短时间内的过热。许多智利人开始投机炒作，尤其是在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上。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管，市场的波动性增大，最终导致了智利在19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抹去了早期经济改革的成果，还使很多中小企业破产，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到极大影响。通过智利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市场政策的双刃剑效应，既有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也有引发经济不稳定和社会不平等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将探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自由市场如何表现，以及它如何深刻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Analyze. 自由市场经济是基于供求关系、自由决定价格和产量的原则，强调最小化政府干预。这一体制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激发创新和竞争，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消费者选择。企业为了吸引顾客，会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但自由市场也有其缺陷，尤其是在监管不足时，市场可能会出现垄断现象，少数大企业可能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小企业，控制市场并抬高价格。此外，自由市场往往忽视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例如，没有适当的社会保障措施和调节机制，贫富差距可能会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可能不会得到实质性改善。对普通人而言，自由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品服务选择，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然而，同时也可能面临就业不稳定、收入不确定等问题。在缺乏有效监管的自由市场中，普通人可能会受到不公平待遇和经济波动的更大影响。因此，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应当在保持市场活力和创新的同时，通过适当的政策确保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以维护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和权益。